一箱，大明宝船的10吨马蹄金全是我赵家的了。楚渊那个穷光蛋画的图还真他妈准。金子呢？我的金子呢？这他妈是哪个王八蛋干的？找金子，赵老板，往下看，花3个亿的重装船下海，就捞上来1箱海带。赵老板，你这排场够大的啊！你个被我踢出局的废物，怎么可能捞得到大明宝船的货？海里的规矩，谁捞着算谁的。你那几千万的破雷达，只能扫到个装诱饵的铁皮壳子，老子的眼能直接看穿海底2000米的真金。哑巴叔，给赵老板长长眼。我的，那都是我的钱，连人带船给我压碎在海里，金子全给我抢过来！老家伙想抢，看你追不追得上。好啊，楚渊！你一艘破木船也敢跟我1000万斤的重装船叫板？下辈子投胎，记得别跟我抢生意，给我撞死他！吨位大管个屁用！海底的阎王爷不认铁皮，只认老子的眼。不许躲，把船头拉正，迎着暗礁冲过去。前面是死路，他慌不择路了，全速撞上去。右满舵，切断离合。老板，出礁了！底层大漏水，动力系统瘫痪了，船要沉了！赵老板，几千万的船，听个响还挺脆。楚渊，楚渊，我错了，救救我！我还不想死。救命可以，按人头算，1个人1000万，不讲价。这荒山野岭的海上哪有信号啊？别跟老子说没信号，我这破船上开着卫星 WiFi， 扫码还是喂鲨鱼，你自己选。哪来的臭要饭的？没长眼睛吗？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保安，把这要饭的给我扔出去！弄脏了波斯地毯，他10辈子都赔不起。要饭的，老子今天是来砸盘子的。掌柜的，长了眼睛就过来长长眼，看看这玩意儿够不够买你这间铺子。哼，我当是什么稀罕物？小子，拿2块镀金的现代工艺品跑到聚宝阁来碰瓷？镀金，王掌柜，你这双招子要是瞎了，我不介意帮你挖出来。放肆！在我聚宝阁还敢嚣张？这2块假金子属于管制违禁品，来人，给我没收了！把这骗子打断腿扔到后巷去！拿你们这群看水族馆的眼光来评判老子从龙王爷嘴里抠出来的货，瞎了你们的狗眼！给我碎！深海七类绝品夜明珠，这不可能，这东西只存在于传说里。现在这东西是真是假？王掌柜眼瞎，但我没瞎。这颗珠子我出5个亿，外加1艘停在港口的猛禽级重型打捞船，交个朋友。楚先生，敢不敢上楼谈笔大买卖？但这5个亿，不光是买珠子的钱，也是买你命的钱。买我的命？冷总财大气粗，但我这人命硬，怕你买不起。这叫死神暗礁。这里有1艘满载绝世国宝的清代沉船，为了这半张图，我已经折了3波最顶级的潜水员，捞都没捞上来。我调查过你，赵天霸的大船是你弄沉的，你有1双能看透海底的眼睛。干完这一票，不仅这5个亿是你的，我还送你1艘停在港口的猛禽级重型打捞船，别人去是十死无生，你敢不敢接？哈哈哈哈！别人眼里的死神暗礁，在我眼里那就是没上锁的提款机。这活儿老子接了。他不敢接。冷总，你把这么大的活儿交给一个开破木船的穷光蛋，也不怕把你的钱全扔进海里？哼，冷小姐，我是跨国蓝海集团的首席探测员。我们拥有价值3000万美金的军用级深海多比勒声呐，而这个人身上连个潜水表都没有，让他去死神暗礁就是谋杀。赵天豹，你命挺大啊，谁让你进来的？冷总，我那艘船虽然沉了，但我干爹可是蓝海团的高管，
理查德先生的团队我已经雇下来了，死神暗礁的活儿我们接了，利润我只要30%。看到了吗？这里的暗礁像迷宫一样，洋流每秒钟都在变化。没有我们的千万级超级计算机进行实时演算，任何船进去，3分钟内就会被撕成碎片。听懂了吗，穷光蛋？这是科技的时代，你那双肉眼能比得上千万级的超算吗？滚回你的贫民窟去吧！千万级的超算，就算出这么个破烂玩意儿，你们的破电脑没算出来，西南角有一道反向的死亡暗流吧？顺着你们的安全路线开，3分钟30秒，你们就会连人带船变成鱼饲料。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暗流？那可是声闹盲区，这不可能！赵老板，既然你赶着去投胎，咱们海上见。把那艘猛灵号的钥匙给我，明天我请你看一场海上烟花秀。冷总，这铁王八够劲儿，这5个亿的定金花的值。楚渊，死神暗礁不是闹着玩的，那地方常年起鬼雾，进去的船10有89出不来。你确定不带点现代化的探测设备？带那些破烂干嘛？碍事！哑巴叔，起锚，让这铁王八活动活动筋骨。shit， 磁场全乱了，多伯勒声呐根本扫不出前方的暗礁。先生，慢点，再慢点，这地方到处都是像刀子一样的暗礁，撞上咱们就全完了。保持2阶航速，龟速前进。楚渊那艘破船连雷达都没有，他绝对不敢进来。楚渊，什么都看不见了，减速吧。减速，在老子的字典里就没有减速这2个字。哑巴叔，左舵30度。你疯了！前面全是暗礁，全速冲刺会船毁人亡的。坐稳了，老子带你飙船。他怎么敢开这么快？是个疯子吗？洋垃圾，慢慢爬吧，老子先去提款了。怎么会这样？深度2000千米还没有触底信号，这下面根本不是浅滩暗礁，是一条万丈深渊。我被人骗了，那张图是假的。清代沉船不可能悬浮在深渊里，如果掉下去，早就被水压挤成粉末了。冷小姐，这就是你花5个亿雇来的神仙，带你来深渊钓鱼吗？楚渊，你不是牛逼吗？你不是能看穿海底吗？你跳下去捞啊！傻眼了吧？楚渊，我们走吧，这单算我栽了。图能造假，但这片海里的东西假不了。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空手回去。藏得挺深啊！哑巴叔，干活！换那套最粗的钛合金钩爪，给我往10点钟方向下潜1800米，砸进岩壁缝里。你要盲抓？那里连声呐都没有回波。老子的眼就是最好的回波。下！真的抓到了，那下面真的有东西。姓楚的真捞到东西了，绝对不能让他带走！理查德先生，动手！想在我的眼皮底下拿钱，做梦！二副，水下爆炮弹发射，目标他的主钢脸。小心，是水下炸弹！别动，提上来就断了。往下放，全松开，放10米，快！Oh my god！ 我的深海机器人300万美金没了！
老赵，这炮打得准啊！清淤的钱我都省了，回港我高低请你喝顿好的。王八蛋，给我继续轰！不跟你玩了，哑巴叔，齐王，全马力！自赞木箱，那是大明宝船的主货箱。楚渊，你给我住手！那是我的，那全是我赵家的钱。紫檀木防腐，里面装的绝对是绝世珍宝。楚渊，快打开看看！老赵，既然你这么想要，老子今天就让你看个明白！不可能，那东西怎么会在这里？赵天霸，10年前，你为了独吞打捞图纸，把你师父灌醉，锁进货箱，活生生沉进死神暗礁。这本绝笔日记上，白纸黑字，全是你的杀人罪证。赵，你杀过人？闭嘴！闭嘴！他胡说！满舵！满舵！给我全速撞过去，把他的船给我撞碎，把那个本子给我抢回来！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赵天霸疯了，他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快躲开！躲！老子今天送他上西天！双车全满，方向正北，给我往那片黑水里冲！停下！赵，快停下！前面是高强度磁暴区，进去电子设备全会毁掉的。毁就毁，只要撞死楚渊，老子赔你10台，给我死！我的超算，我的船！他们怎么不动了？我们怎么没事？理查德少爷，你那1000万级的高科技太娇贵了，老子这船是纯机械传动，老式柴油机。磁暴算个屁！老赵，这本子我替你交给警察叔叔了，你在海上慢慢飘吧。完了，全完了！楚先生，听说您不仅破获了10年前的海底沉尸案，还捞出了流失100年的龙脉镇石，请问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件国宝？你赢了一局，我认栽。但这块龙脉镇石，我们蓝海集团要了。哼，这是1亿美金的收购合同，只要你签字，钱马上到账。这笔钱够你这种底层人挥霍10辈子了。理查德，这是华夏的国宝，你做梦！楚渊，拿了钱大家交个朋友，不拿我保证你以后在海上寸步难行。1亿美金，你拿这点破纸想买华夏的龙脉，老子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这块镇石无偿上交国家。至于你，带着你的臭钱，给老子滚出中国海！好，好，楚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哼，我以蓝海集团亚洲区总裁的身份宣布，从今天起，对楚渊下达全行业最高级别封杀令。我看国内哪个造船厂、哪个供应商敢卖给你一根螺丝钉？没有设备，我看你怎么下海。我们走。赵天霸，你个王八蛋，你破产被抓了，我们大半年的血汗钱找谁要？大伙家里还等着米下锅。吵什么？一群穷鬼！哼，这破钢厂我蓝海集团接盘了。1000万买断，至于你们的欠资，去找警察要吧，跟我没关系。1000万就想买下这片临海的重工船坞？你这算盘打的，我在公海都听见了。你来干什么？这里已经被全行业封杀了，你还敢来横插一脚？楚渊，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当初是赵天霸这个混蛋拿钱逼我离开你的，我根本不爱他。楚渊，你现在发财了，我们复合好不好？我保证以后乖乖听你的话。那你个贱人！当初是你嫌他穷，主动爬上老子的床。复合？老子是搞深海打捞的，不是收破烂的。给我滚远点，别脏了我的心。楚渊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这船厂我出5000万，全款立刻走账。楚渊，你疯了！这破厂子根本不值5000万。老子乐意，千金难买我高兴。外面的兄弟都听着，
从今天起，这船厂姓楚，赵天霸欠你们的血汗钱，老子今天一分不少，全给你们结清。楚老板仗义，楚老板牛逼！阵石里居然有夹层，这是2战时期那艘装满几十吨黄金的运输船的精确坐标，就在公海。是理查德，蓝海集团动用了国际关系，抢先申请了那片公海海域的打捞权。不仅如此，他下达了全行业封杀令。现在整个沿海没有任何一家供应商敢卖给我们重型拖网、装甲板和深潜设备。猛禽号虽然马力大，但只是普通外壳。到了公海，理查德的武装船随便一发高压水炮就能把我们打穿。没有设备，我们根本出不了海。封杀？他理查德以为断了我的买卖，我就得跪在肩上求他。老张，楚老板，您吩咐。买不到装甲板，咱们就自己造。去废料厂，把那些报废游艇的底舱钢板全给我切下来。切废钢板？对，给我把那些1寸厚的死钢板，里3层外3层，全他妈焊在猛禽号的船头上。没有重型绞盘，就把矿山用的喂养机给我拆下来装上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今晚不睡觉。天亮之前，我要看到一头能在海里撞碎一切的钢铁怪物。干成了，每个人发10万奖金。操！楚老板发话了，兄弟们，把电焊机全给我拉出来！今天就是把厂子拆了，也得把猛禽号给武装到牙齿。是蓝海集团的远洋武装护卫舰，他们的吨位和航速全都在我们之上。哈哈哈！哎，楚渊，你这艘破铜烂铁拼起来的垃圾，也敢来公海跟我抢黄金？我现在给你10秒钟时间，立刻掉头滚回你的狗窝，否则下一发水炮我直接把你的驾驶舱打烂。楚渊，好汉不吃眼前亏。硬碰硬，我们占不到便宜。撤！老子大老远跑过来，还没听见响呢。撤个屁！哑巴叔，右满舵，双车全满，给老子往左前方的海沟里冲！左前方那里是死路啊！你这是要逃跑？逃跑？老子这是要带这帮洋垃圾去海底泡个免费的热水澡！冲！想跑？给我追！3艘船一起上！今天必须把它给我装沉在公海！楚渊，跑啊！你那破船不是刚改装过吗？怎么跑得像个王八？左右包抄，把它往死角里逼！今晚我要连人带船把它碾碎！楚渊，他们速度太快了，左边和右边都被封死了，前面是一片盲区。哑巴叔，陪他们玩玩，右满舵，切进去。他慌不择路了，全速撞上去！要撞上了！左舵回正，减速停船。洗澡水烧好了，理查德少爷，慢慢泡。警报！船底温度突破200度，底舱声纳罩炸裂了，推进器轴承因为高温变形卡死了。fuck！ 怎么会有热泉？我的1000万级推进器！洋垃圾就是娇贵，烫个脚就走不动了。老赵，你们还追吗？放海狼！给我放海狼潜水艇！他不是想捞货吗？去把他的主钢弦给我切断，让他什么都捞不上来！哼！不好，是海狼级潜水器。造价2000万美金，水下速度极快，专门用来搞水下破坏的。楚渊，快把刚放下去的钢链收回来！收回来？老子放下去的线就没有空着收回来的道理。哑巴叔，把它当溜溜球玩，副教盘往右放3米。少爷，他躲开了，追！他的速度没我们快，切断他！现在全松，往下砸！送你进微波炉。少爷，海狼的信号消失了，外壳传感器传回最后的数据是
花了2000万，我的2000万美金啊！楚渊，我杀了你！理查德少爷，2000万听个响，这烟花放得够奢侈啊！还有什么玩具？接着往下扔，我这底下火还旺着呢。抓到了，是2战的黄金船吗？黄金在旁边，先上来的是个大铁柜子，里面装的估计比黄金还值钱。起钩！想把东西拉上来，做梦！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给我断！楚渊，开放暗箭！跟我玩拔河，老子是你祖宗！哑巴叔，主吊臂降半旗，副绞盘开仓，迎上去！够住了！给我开后车，把他的甲板给我撕了！你那破船的液压舱扛得住我这纯机械的暴力吗？给我往死里拉！怎么回事？少爷，他的马力太大了，我们的液压舱外甲板被扯裂了。跟我比力气，你那身细皮嫩肉，还是回去多喝2年奶吧。起柜子！别碰，是水压触发式炸弹，一离开深海，水压就会自动倒计时。哈哈哈哈！楚渊，惊不惊喜？那铁柜里根本不是黄金，我早就布好了局，倒计时3分钟，你连人带船给我上天吧！3分钟，来不及拆弹了。楚渊，快让哑巴叔把他推下海！推下海？老子费这么大劲捞过来的盲盒，没开就扔。你疯了！剪错一根线，我们全得死！剪线？那是电影里骗小孩的，老子直接物理超负！停了！你一锤子把炸弹砸停了！花里胡哨的破烂！这是失传的宋代受精体真迹，这可是无价的国宝。理查德，你这炸弹装的挺值。这里头记着你们蓝海集团这20年怎么在公海走私国宝，怎么杀人越货的流水账。那是我的，把账册还给我！1号拖船，2号拖船，给我左右夹击，不管用什么代价，把猛禽号给我撞沉，账册绝对不能见光！楚渊，距离不到30米了，我们船大起速慢，躲不开夹击的。躲不开，那就送他们一程。哑巴叔，稳住舵，等他靠近到5米，左车停转，右车倒车，给我猛踩一脚刹车！去死吧！刹车，顶他！满舵，回正，船不受控制了！见鬼了！快撤！来都来了，跑什么？放拖网！理查德少爷，你的船不够壮啊，还有吗？追兵是解决了，但是楚渊，你说的2战黄金船呢？这片海域的声呐回波全是平的，除了一层厚厚的火山灰，根本没有任何沉船反应。哈哈哈哈！你以为你赢了？那片海域我早就扫过无数遍了，黄金船的坐标根本就是个幌子。你费了这么大劲儿，除了拿走一本破账册，连一块金币都捞不到。难道情报真的有误？破纸？理查德，你是不是觉得雷达扫不出来的东西就不存在？哈哈哈哈哈！雷达看不透泥巴，老子能！哑巴叔，换3号重型抓斗，给我往正下方盲扎进去15米。往泥里抓？你准备捞一船泥巴回去建别墅吗？起！天哪，这得有10几吨！理查德少爷，看清楚了吗？这泥巴晃不晃你的眼？是触发式水雷，理查德疯了，
他在公海航道上布雷。楚渊，你满船黄金又怎么样？前面是雷区，后面是我。今天你擦到一颗雷，满船的黄金全得给我沉到海底。楚渊，没路了，水雷太密，根本绕不过去。布雷，布得跟狗啃的一样。哑巴叔，把船尾那张备用的细眼拖网放下去，吃水2米，半沉状态。对，今天咱们不捞鱼，捞点大炮炒。他找死！他居然敢硬闯！左5度，兜底。你把水雷全兜起来了。哑巴叔，原地掉头，满舵。法克，他拖着水雷过来了，快倒车，快跑！理查德少爷，大过年的，送你一串鞭炮听听响，松网。楚先生，宋代真迹和那本账册都在这儿。这账册里的底子够你们把蓝海集团连根拔起了。楚渊，你立了天大的功劳，这甲板上的黄金，国家不碰，全归你。另外，我再给你批5亿的特别奖励。要钱？局长，你看我这船上缺钱吗？那账册最后一页的坐标，你们看到了吧？你连那个都看懂了？那地方叫归墟海沟，根据情报，那里埋着当年流失的华夏船国重宝，但那是真正的死亡禁区，进去的科考船没有一艘能浮上来。别人出不来，不代表我出不来。我不要奖励，我只要官方给我批一张规宣无限制打捞特许令。好，只要你能把国宝带回来，从今天起，国家就是你最硬的后台。废物！几千万的设备，3艘武装船被一个开破船的草根全毁了，连最要命的账册都丢了。父亲，那个楚渊是魔鬼，他根本不是人。账册落到华夏官方手里，蓝海马上就会遭到全球通缉。我们唯一的翻盘机会，就是抢在他们前面，把归墟里的船国重宝挖出来当筹码。启动底牌，让黑沙号军用核潜艇立刻下潜归墟。只要楚渊赶来，就在水下8000里，用鱼雷把它炸成粉末。老张，3天时间，我要把猛禽号改成能下归墟海沟的深潜怪物。疯了，楚老板，你这是要命啊！归墟那地方水压多大？3天时间，猛禽号的龙骨根本承受不住那种级别的抗压改造，下去就是个铁棺材，会被水压挤成肉饼的。钱管够，缺什么钢材直接拿金子去换空运。时间不够，就给我上最暴力的手段。我看过军方的废弃仓库，那里有一个退役的钛合金深潜耐压舱，你去把它买下来，直接给我硬焊在猛禽号的船底。硬焊？那是外挂舱，水下洋流一冲，船体它直接撕裂的。撕不撕裂我说了算。蓝海的军用潜艇已经下去了，我没时间按部按班的造船。3天不睡觉也得给我焊出来！哑巴叔，目标归墟海沟，老子今天要去会会那艘核潜艇。磁场全乱了，不对，是有人在放强屏干扰，我们的电子眼全瞎了。楚渊，欢迎来到归墟，我现在坐在价值10亿美金的黑沙号军用潜艇里。我在你周围布下了108个干扰符九，你现在就是个又聋又瞎的活靶子。是军用潜艇的电子障攻击。楚渊，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也不知道暗礁在哪儿。归墟下面有3层恐怖的死亡乱流，只要你们稍微偏一点儿，就会被搅成碎片。楚渊，跪下求我，我或许能给你2句全尸。理查德，你是不是脑子里进海水了？哼，老子什么时候靠过那几块破屏幕？哑巴叔，左舵15度，双车全满。顺着第2层乱流，给我碾过去！前面是盲区，老子全图亮着呢，放拖网！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看得见？
他怎么没被乱寮卷走？下面有东西顶上来了。黑沙号，楚渊，躲啊！你不是很能吗？我看你这破外挂舱能扛几下？它是钢壳，咱们这外挂舱是临时焊的，根本扛不住。扛不住，那就别扛。你要干嘛？锚链，把备用锚链给我放下去。放锚链？你想拿那玩意儿挡我？做梦！30米、20米、10米，就是现在，放！右推进墙卡转不过来了，拔出来，快给我拔出来！拔不动，链子卷进叶片里了，被吸下去了。理查德，海底风大，站稳点儿。楚渊，我杀了你，我一定杀了你！你先别急着喊，下边路长，够你慢慢想。锚链还连着咱们船，再拖下去，咱们也得被拽下去。起来！不行，主角旁快撑不住了，砍！快砍！别砍！你疯了！再拖10秒，咱们就翻了。下面就是船国宝船，现在下面那片海全得乱，找不到位置，白下。那你想怎么办？先标定。不行，下面是归墟血口，刚把黑沙号拖下去，你现在下去就是送死。我不下去，谁下去？那是临时焊的深潜舱，连正式测试都没做完。够用了。你就不怕压爆？怕就不干这行了。楚渊，回来！我不是赖你，我是怕你回不来。等我上来给你看大的。你要该死在下面，我真不管你了。你管不住。哑巴叔，切链，放我下去。这回换我进他家。楚渊前面有东西。楚渊，你给我滚过来！我卡住了，快帮我推一下！你也有求人这一天。少废话！你要敢从旁边过，我就放机械臂抓烂你！你这船卡得挺好。别跟他废话了，裂口太窄，你绕不过去。谁说我要绕？你贴那么近干嘛？再近一点就刮上了。他现在顾不上我。抓住他！卡住了，机械臂卡住了！拔出来，快拔！你拿它当垫脚石？不然呢？找着了。那就是传送宝船。就在前面。楚渊，回来！你回来！别喊了，你先想办法自己拔出来。给我发爆破锁，炸他尾巴！今天不炸死他，谁都别想出去！少爷，离岩壁太近了，爆破伞一炸，我们自己也会被震到。我管不了那么多，发！楚渊后面有炸的。警告，尾部受冲击风险。警告，外壳压力异常。看见了。看见你还不躲？那东西一炸，尾舱可能直接掀了。躲不开就别躲。哑巴叔，左边挪半米，尾舵降一档，别加速。你躲开了。不是躲，是借。打中了，炸！炸吧。没事，顶一下而已。好，那是。找着了。不可能，那地方怎么会有东西？谢少爷帮忙开箱。先别动，确认一下有没有机关。没时间了，先拽上来再说。少爷，听壳在裂，再撞我们自己也扛不住。撞！给我撞碎它，把木箱给我抢回来。楚渊，后面他冲来了。顶住，往向下压。外壳受损，后舱压力升高，推进系统临界。楚渊，没事，死不了。那是什么？这下不止有祸了。金山，不止金山，这玩意儿够他们死10次。不，那是我的，你不准拿啊！现在不是了。这船里到底藏了多少东西？够他们把底裤赔掉。撞！不惜一切代价撞碎它！把那铜牌和木匣给我抢回来！少爷，艇壳裂了，推进器也坏了一边，再撞我们可能先散架。我让你撞！楚渊，他又来了。来得正好。哑巴叔，准备切换主推进，我要借流上浮。你要现在走，东西还没完全收完。够了，该拿的已经拿了。你这是硬往上顶？不顶，
等着被他撞成铁皮。卡住了，镜头卡死了！拔出来，快给我拔出来！玻璃罩受压，晶体变形。右舷进水。楚渊，救我！快救我！怎么回家？上来了。验货。你不要命了？命硬，阎王爷不收。楚渊，把你手里的木匣和账册扔过来。是蓝海集团的海外支援舰队，他们要在公海明抢。理查德少爷失联了，但只要东西拿到手，你们今天全得去海底喂鱼。给我倒数3秒，不交东西直接开火。在我的地盘，拿几把破枪指着我。局长接客了。什么声音？前方舰队听着，你们已进入华夏官方护航区域，立刻放下武器，否则将视为武装挑衅，就地击沉。导弹回舰，完了！抢我，回去问问你们老板，还有几个脑袋够我砍的？楚先生真是英雄出少年，我儿子理查德不懂事得罪了你，我这个做父亲的替他道个歉。理查德已经在海底喂鱼了，你现在来道歉？楚先生，这是一张瑞士银行的空白支票，数字你随便填，只要你把手里的账册和铜牌给我，蓝海集团以后就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拿了钱几辈子花不完，不拿你就算有官方护着，也得防着暗箭。数字随便填，你觉得你儿子的命值几个零？楚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家伙，你搞错了一件事，老子不缺钱，老子就喜欢看你们这种高高在上的人跌进泥潭里的样子。局长，东西验过了，全虚全伪。好一本10万亿的走私杀人账，抓人！我是外籍企业家，你们没权利抓我。楚渊，你敢毁我蓝海100年基业，我做鬼都不放过你。做鬼？那你得先排队。海底被你们蓝海害死的人，正等着你呢。带走。跨国巨头蓝海集团涉嫌特大走私暗杀案，董事长落网，集团股票开盘暴跌90%，宣告破产清算，全球打捞业迎来大洗牌。鉴于楚渊在归墟行动中的卓越贡献，官方决定正式授予楚渊特级海洋探索者身份，并颁发全球4大洋无限制打捞豁免权。蓝海倒了，国内的盘子全是你的了。楚老板赚了这么多，是不是该停下来歇歇了？歇？海那么大，我才刚热完身。百慕大，那个全球公认的死亡三角，进去的飞机和船从来没有出来的，你疯了！我不去，谁去解开这个谜？新副本开了，准备下海。楚渊，邪门，这屋墙的温度数据是假的，是人工放出来的烟雾弹，专门挡卫星和雷达的。装神弄鬼，这破地方传说里邪门的很，怎么还有人在这儿摆摊收过路费？前方的船听着，这里是冯克鲁伯家族的私人海域，识相的赶紧掉头，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私人海域，这公海什么时候成你家后花园了？地契呢？拿出来我瞅瞅。少废话！冯克鲁伯家族打捞了300年，百慕大就是我们的祖产。再往前1海里，我让你连人带船，永远留在这片海底。你家300年都没把这破海弄明白，凭什么拦着老子？哑巴叔，目标物强全速，给我撞进去！他们想趁乱搞我们，这屋里什么都看不见。他们看不见，老子看得见。想用暗桩困死我，老子让你们自己尝尝。急右转30度，然后立刻回正。
这不可能，他怎么躲开暗桩的？那就是传说中百慕大的秘密。看来这才是正主。是侦察浮标，汉斯那条狗不敢硬攻，改用浮标全程监视我们了。他想干嘛？楚先生，恭喜你冲进来了。不过这金字塔的凶险，你一无所知。这样吧，你在前面探路，我在后面看着。你趟出一条安全的路，我们就跟着走。要是你死了，那就当给我们家族探雷了。我也谢谢你。合着你想当那个坐收履历的黄雀？聪明，所以你最好乖乖往前开。我的眼睛会一直盯着你。想盯着我探路，那老子就给你引条明路。哑巴叔看见前面那片漂亮珊瑚没？故意往那儿开，开慢点，让后面的眼睛都跟上来。想咬我，没那么容易。我的浮标，你又耍诈！是你自己眼神不好，非要往珊瑚礁里钻，怪我喽。楚渊，金字塔正上方的水里飘着个东西，是个人。哑巴叔，把他捞上来。这地方的第一个秘密可能就在他身上。是干尸，这人死了得有20-30年了吧？海底泡了几十年，怎么会变成干尸？这地方太邪门了！海底捞上来个干尸，这是大凶之兆啊！冯克鲁伯家族300年都没敢碰，咱们撤吧，楚老板。这干尸来得太蹊跷，会不会真有什么诅咒？怕个屁！诅咒是吓唬活人的。楚老板，使不得，死者为大，乱翻死人会遭报应的。报应？老子要是信这个，早800年就饿死在海里了。看吧，我就说他想留点话。一个潜水员临死了，把这玩意儿揣得这么紧，里头肯定有大秘密。这都几十年了，还能放出来吗？都别过来，千万别碰金字塔的眼睛！我们队长就是碰了那只眼睛，海水开始倒流了，这片海都在往下沉啊！碰了金字塔的眼睛，海水会倒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看来这金字塔的眼睛是个不能乱碰的开关。听见没？海水倒流，碰一下就全完了。楚老板，咱真不能再往前了。没完，这录音掐得太干净了，是电量耗尽断的，关键的还没说出来。没电了。冰冰，你不是带了全套维修工具，想办法把里面的存储芯片抠出来，直接读数据。记住，金字塔的眼睛是开关，一碰海水就会倒灌进塔里，形成漩涡，把所有船都吸下去。唯一的活路是别跟漩涡硬顶，要顺着它的劲儿往边上甩。原来如此，这不是诅咒，这是逃生的方法。这老哥临死还给咱们留了张通关攻略。行了，知道怎么破，老子心里就不慌了。哑巴说，咱们离金字塔再近点，我倒要看看这眼睛长什么样。楚渊，海水真的开始倒流了。引擎马力已经拉到极限了，没用，我们根本冲不出硬冲是死路，那老哥说了，不能跟漩涡硬顶。明白了，这不是什么诅咒，是个限压阀。录音里说的对，得借他的劲儿，不能跟他对着干。顺着他转，哑巴叔，方向盘别动，把所有动力都压到右舷，咱们贴着边转出去。上来了，我们真的在往上走。就是现在，全功率，给我脱离！终于找到了。楚老板，您看那艘大宝船，船舫上挂的全是金子啊！咱们放艇过去捞啊！这么多船，随便捞一艘，咱们几辈子都花不完。都给我站住！谁敢下水，我打断他的腿！胡老板，
金子就在眼前，您这是……你们不觉得邪门吗？这些破船凭什么不沉，反而齐刷刷的浮在这儿？对啊，沉船早该烂在海底了，怎么会完好无损的悬浮在金字塔顶？这不科学。这世上没有白捡的便宜，越是看着好捡的，底下越有坑。我的妈呀！刚才要不是楚老板拦着，下去的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为啥冯克鲁伯家族300年都不敢动这地方了吧？贪一口就得把命搭进去。这么危险，那这些宝船咱们到底还捞不捞了？我明白了，这些船不是悬浮，是被船底下那片磁石暗礁的磁力给死死吸住了。几百年来在百慕大失踪的船，估计都让这玩意儿给钓上来了。这哪什么死亡禁区？这分明是龙王爷给老子准备的一个巨型聚宝盆。这下麻烦了，这么多宝船全被磁石吸着，谁靠近谁被高压水流搅碎。咱们总不能守着金山饿死吧？急什么？这么大一片暗礁，不可能真插不进去，肯定有缝。找到了，就那艘。那艘破船看着最旧最不起眼啊，金子也最少。你看那船头刻的图腾，跟我这块铜牌上的纹路是不是一个路子？还真是，这艘船不简单。别的船捞上来顶多是金子，这艘船捞上来的可能是钥匙，这才是这聚宝盆里真正的硬货。你居然真的冲进来了，还活到了现在。金字塔是我们家族的，那些宝船也是我们的。那艘母大陆商船，谁也不许碰。楚渊，别白费力气。我们家族最先进的海珠深潜机器人，造价5000万。这艘母大陆商船，我们志在必得。楚渊，他们的机器人比咱们的快，要被他们抢先了。急什么？让他先去。你不抢，那钥匙可就被他拿走了。那台铁疙瘩再先进，他不认识路。我刚才看的那条安全缝隙，他可看不见。哈哈哈哈哈！楚渊，你就眼睁睁看着吧。这宝贝是我们冯克鲁伯家族的了。我的机器人，那可是5000万的设备啊！哎呦，艾汉斯啊，多谢你这5000万，帮我把唯一的安全通道给标得明明白白的。哑巴叔，深潜舱准备。沿着我说的路线，一寸都不能偏。勾住了，真的勾住了！起钩，让大家伙开开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宝贝。这面具全是金的，这么多！这做工，这花纹，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黄金，这工艺现在的技术都做不出来。值钱吗？我立刻联系国际古董界的顶级专家鉴定。母大陆，这是失落文明母大陆的祭祀黄金面具，传说中的东西。教授，能估个价吗？估不了，根本估不了。每一个面具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是填补人类文明史空白的无价之宝。你手里随便一个，拍卖价都能上亿。你说你有一整船上千个，上帝啊！你这一船的价值已经超过了某些国家的国库。年轻人，你富可敌国了，发财了！楚渊，你都富可敌国了，怎么还一脸严肃？因为我发现了比金子更值钱的东西。你看，这面具不光是黄金，它背后这纹路是个记号。看来这金字塔里的宝贝跟我手里的铜牌全是一套的。这才刚开始。楚渊，这不是普通的装饰花纹，这是文字，母大陆的文字。能看懂吗？写的啥？我得把这上千个面具背面的纹路全都踏下来，拼到一块看。单看一个看不出名堂，拼出来了，你快看，这些面具的纹路拼到一起，根本不是一篇文章，是一张图。什么图？一张残缺的星图，而你那块铜牌正好能补上星图正中央最关键的一块。我明白了，这些金面具根本不是用来花的钱，它们是地图，是母大陆人故意留下的。
指引后人找到金字塔核心的坐标残片。你是说这一船的金子本身就是个大号的藏宝图？没错，而你的铜牌就是打开这张藏宝图的钥匙之一。藏宝图，钥匙，看来这金字塔是个设上了好几把锁的大保险柜。金字塔，他好像感应到铜牌了，他被惊动了。是次声波，汉斯那条狗在用科考船上的声波武器攻击我们。楚渊，抢了我家族的东西，还想活着走？我告诉你，这种次声波听不见，但能让你们头疼欲裂，最后七窍流血而死。我就这么吊着你，慢慢耗。我看你还能撑多久，还能不能开船？阴招，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哑巴叔，别正面顶着他，贴着海面，从右边绕个大弧线，绕到他屁股后面去。到你了，放拖网，缠住他的螺旋桨。你怎么又绕到我后面去了？你那破喇叭只能往前喊，后面是聋的，这点常识都没有，也敢出来混？回去告诉你那个躲在后面的老主子，别老让条狗在前面叫唤，有种自己出来。好，你等着，你惹的人不是你能承受的。我家主人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看来正主快出来了。信号被人强行劫持了，对方的技术比汉斯高了不止一个档次。你就是那个躲在后面的老主子？楚渊先生了不起，我们冯克鲁伯家族用了300年都没敢碰的磁石胶，你3天就摸透了，还捞走了一整船的坐标。哦，这么说你认识这些面具？何止认识，我来告诉你一个真相吧。你脚底下那座金字塔是个巨大的保险柜，而你捞的那一船金面具不过是撒在保险柜门口的糖豆而已。保险柜？想打开这个保险柜，需要7块钥匙，也就是这种铜牌。我冯克卢伯家族找了300年，集齐了3块，而你楚渊运气不错，手里有1块吧？他手里有3块，加上我们的1块，7块里已经出现4块了。所以识相的把你那块给我送过来，剩下的3块我自己会找。等我集齐7块，打开金字塔，里面的东西才是真正能跳动整个世界的财富。想要？可以啊，你过来拿。哦，对了，你说你找了300年才找到3块，老子3天就捞了一船金面具，外加1块钥匙，咱俩比比，看谁先集齐7块。不知死活，我劝你最好快一点，因为你脚下的金字塔已经被你那块铜牌彻底吵醒了。楚渊，金字塔真的醒了，他好像要发动攻击了。怎么回事？金字塔好像被彻底支怒了。坏了，咱们的船还停在他头顶上呢。哑巴叔，快开船，撤离塔顶！是金字塔的防御系统，他要把我们这些外来者全部赶出去。乱炸是假的，这玩意儿是机关，有规律。都抓稳了，跟着我的节奏走。左舵，停；右舵，冲！太险了，不集齐钥匙，根本别想靠近这金字塔。踏破铁鞋无觅处，老克那老东西不是要比赛吗？告诉他，老子的第2块钥匙又着落了。楚渊，机械臂能够到吗？直接拔出来不就行了？没那么简单。这牌子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死死攥着，里面有具白骨，
攥着钥匙不撒手。看来这钥匙的来历也不干净。你的氧气快不够了，别管那破铜牌了，赶紧出来！来都来了，空手回去不可能。白骨大哥，借你这枚炮仗一用，咱俩一起解脱。到手了，该溜了。拿到了第2块，咱们已经有2块了。等等，老张呢？他不是开小艇去最近的补给点采购了吗？楚先生，你的人那个姓张的老头在我们手上，想让他活命，就拿你的神秘铜牌来换。楚先生，看到了吧？你的老伙计气色不太好啊。汉斯，你动他一根汗毛试试。动不动他取决于你。带上你那2块铜牌到我给你的坐标来换人，识相的就别耍花样。楚渊，这明显是个圈套，咱们好不容易才集齐2块钥匙，用2块钥匙换老张太亏了。可要是老张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是自己人，钥匙没了可以再找，人没了就真没了。这个换。可对方肯定有埋伏，他们要的是钥匙，更是想杀人灭口，一锅端了咱们。他们想设局，那老子就陪他们玩玩。你准备一个一模一样的铁盒，把咱们之前淘汰的2块废铜片放进去充数。真的铜牌，我贴身带着。你是想空手套白狼？要不我多带几个人跟你一起去？人多了反而碍事，这种局人越多越乱。我一个人眼睛够用了。你在船上定雷达，我要是3个小时没回来，你就开着堡垒号，直接去把那个荒岛给老子犁平。来了，等他把铜牌交出来，确认是真的，立刻动手，一个活口都不留，连那老头一起做了，沉进海里喂鱼。楚先生很守时，东西带来了。人呢？先放人。把铜牌放下，验过是真的，我自然放人。行，老子讲规矩，东西放这儿了。汉斯，你们冯克鲁伯家做生意就这德行，拿了东西还想杀人灭口。既然被你看出来了，那也无所谓。楚渊，你太聪明，留着是个祸害。今天你和你这老伙计都得死在这儿！老张，趴下！想杀我，就凭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你怎么知道我们有埋伏？谢了，艾汉斯。我本来只想换个人回去，没想到你这么狠，连这第3块钥匙都白送给我了。回去告诉你那个老主子，他找了300年，集齐3块，老子来这儿才几天，已经攥着3块了。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老子去拿剩下的。我的妈，这是把航母都开出来了！是冯克鲁伯家族的底牌，利维坦号。看来老柯被汉斯气急了，亲自出马了。楚渊，你抢了我的钥匙，还伤了我的人，看到了吗？这就是利维特号，在他面前，你那艘破船连个玩具都算不上。楚渊，是攻击无人机群，我们的火力根本不够看，应聘必死无疑。应聘是傻子，这么大的家伙，最大的破绽就是他太大了。哑巴叔，别躲了，全速贴上去，钻到那个钢铁王八的肚子底下。贴上去，那不是送死吗？无人机不长眼睛吗？他敢在自己母舰肚子底下开火，是想把老柯一起炸了。找到了，这老乌龟的壳也不是铁板一块。
你发现什么了？这航母以前受过伤，这汉凤就是他的死穴。冰冰，准备一下，老子要让这10几万斤的大家伙给我翻个底朝天！楚渊，别躲了，你那艘破船，就算贴着我船底躲一辈子，又能怎么样？只要我母舰一停，几百个潜水员下水，抽样把你撕碎！撕碎我？老东西，你急着喝庆功酒，是不是有点早了？哦，你一艘小破船，还能把我10几万吨的航母怎么样？楚渊，就算是旧伤，那也是航母的钢板。你这小钻头能钻得动吗？我不用钻穿整块钢板，我只钻这道汉凤的缝。蚂蚁咬大象，得咬在它最疼的地方。怎么回事？船怎么斜了？报告，左舷压舱水箱破裂，大量进水，我们控制不住了。你这10几万吨的庞然大物，看着挺唬人，鸡再大的象也怕蚂蚁钻心眼儿。这庆功酒还是留着给老子喝吧。快！排水，堵住裂缝，还有把压舱的重物全都给我扔下海，减轻重量，保住母舰。好你个老克，把第4块钥匙当压舱使。哑巴叔，机械臂，快瞄准那个黑色保险柜。在哪儿？那么多东西，它沉得太快了。就那个，快！收！4块了，咱们有4块了。老克，你这压舱使使的品味不错。这第4块钥匙，老子就笑纳了。楚渊，我跟你没完！你别得意，提起钥匙又怎么样？百慕大金字塔里的东西能要了你的命。这第5块钥匙在鬼船墓地，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命去拿。楚老板，咱们这都4块了，老柯那老东西找了300年才3块，咱们这才几天啊，把他底裤都快赢没了。别高兴太早，这4块凑一块儿，肯定有名堂。他们活了。这是海图坐标，还差3块，剩下的3块钥匙就在这3个地方。楚渊，这3个地方，每一个是善茬，一个是鬼船墓地，常年浓雾，进去的船有去无回；一个就在那片墓地深处藏着另一艘沉船，还有最远的一个是1万多米深的万米深渊，水压能把钢板捏成纸团。万米深渊那个先放放，太远。2块钥匙都在鬼船墓地附近，那咱们就先去会会这个墓地，一趟把2块都拿回来。老柯越是吓唬我没命去，老子越要好端端的拿着钥匙回来。楚老板，这地方怎么阴森阴的，连只海鸟都没有？这就是鬼船墓地，这么多船全都死在这儿了，动力系统全部失灵，这里没有风，没有海流，我们的船也飘在这儿了。跟那些鬼船一个下场，这地方有古怪。我明白了，海底有种石铁菌，专门吃金属，咱们的引擎螺旋桨都被这玩意儿给腐蚀粘住了，难怪动不了。所以那些古船才会被困死在这儿，慢慢腐烂。那咱们怎么办？引擎一启动，金属转动，不就喂得他们更欢了吗？钥匙在墓地最深处，咱们得过去，但绝对不能引擎，金属一转就是给这帮虫子开饭。不用引擎，这300米的大铁船靠什么动？哼，靠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楚老板，您这是要干啥？金属的他吃，木头的他总不吃了吧？把全船的兄弟都叫起来，今天咱们划船出去。用木桨
花航母，这传出去，咱们就是全球打捞界头一份的笑话呀！开了半辈子船，头一岁拿奖花航母。废什么话！都给我听号子，预备，花！楚渊，下面石铁军密密麻麻的，咱们这么大的船，万一蹭到密集区，照样得被啃穿。放心，我盯着。左边，都往左边划，前面那片黑的别碰，绕过去。楚渊，你看那龙嘴里是钥匙。小心点儿，这船保存的太完好了，不正常。楚渊，那龙嘴是个机关陷阱，你没事吧？没事。明白了，这是个连环扣，硬强肯定被夹成肉丁。擒贼先擒王，得先把这传动的齿轮给卡死。龙王爷，得罪了。你这颗牙，老子拔了。好家伙，星图说这片墓地藏着2块，感情都凑一块儿了。哑巴叔，机械臂，把那艘破船舱里的也给我勾出来。楚渊，不好了，海底那些虫子疯了，他们全朝咱们的船冲过来了，船底的钢板正在被快速腐蚀。撤，快撤回船上！这帮虫子是要拼命了。楚老板，船底被咬穿了好几个洞了，再这么下去，不出半小时咱们就得沉。他们速度太快了，把咱们死死缠住了。楚渊，引擎一动就喂得他们更欢，木桨又跑不过他们，咱们被困死了。有了，这帮虫子能腐蚀金属，但它们是活物，是活物就怕高温。可咱们怎么把他们引到那道地热裂缝去？他们死咬着船不放。老张，把船上所有的废机油、柴油全都给我从排污口排到海里，全部排光。明白。吃我的船，先尝尝火锅。哑巴叔，趁现在虫子退了，引擎全开，借着火势的推力，给我冲出这片墓地。楚老板，咱们这船快散架了，这么大的窟窿，必须马上靠岸大修，不然撑不住了。先回最近的港口修船。楚渊，前面唯一的补给港口被堵住了。楚渊，没想到吧？你掀翻了我的航母，可它还能开炮。现在你的船快沉了，进又进不去，跑又跑不掉。把你手里那5块钥匙交出来，我饶你一命，否则咱们就在这儿同归于尽。楚老板，他这是要鱼死网破，咱们船这状态根本扛不住航母的炮。他说的是真的，咱们船底全是窟窿，动力只剩30%，硬冲会被航母的炮直接打沉，不冲，船在这泡着也得慢慢沉。这老东西是真被我逼急了，连脸都不要了，敢在人家家门口的港口开炮。他忘了这是谁的地盘。你什么意思？老克这种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他以为他有航母就天下无敌了。喂，是港口海事局吗？我举报，港口外有一艘外籍武装船只非法持有重型武器，还公然威胁要炮轰民用港口，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对，就是那艘大航母，跑不了。前方船只注意，你已涉嫌在领海线非法持有武器，威胁公共安全，立即停船，接受检查。你们不能动我，我是冯克鲁伯家族的人，我有外交豁免。少废话！武装船只擅闯领海，威胁港口安全，按规矩扣船查人。老柯，跟你说过了，这是谁的地盘？你那破航母在公海是底牌，开到人家家门口就是块等着被拖走的废铁。老张，普通修补不够，修完之后立刻给我加装一套能下10000米深渊的抗压装甲。10000米深渊？楚老板，您没开玩笑吧？那地方水压是海平面的1000多倍，
咱们现在这船，别说10000米，下到3000米就得被压成一张铁饼。最后一块钥匙就在10000米深渊，不下去，7块钥匙就凑不齐。楚老板，不是我不肯干，下10000米的抗压钛合金，全世界都是战略管制物资，有钱都买不到啊！时间这么紧，我上哪儿给您变出这种材料来？买不到，谁说要买了？不买，哪来的材料？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老克这艘航母为了改装成深潜平台，船身上用的全是顶级的抗压钛合金，还有它甲板上那些深潜设备，全是好东西。这船是违禁品，要被官方拍卖处理，老子花钱把它拍下来拆了，这材料不就有了？高，实在是高！用老克的航母来给咱们的船造假，这要是让老克知道了，还不得气活过来再气死一回？楚老板，用老克的航母装甲给咱们这船下了10000米的胆，现在别说10000米深渊，就是地狱门口，他也敢闯一闯。最后一块钥匙就在地球最深的地方。哑巴叔，目标10000米深渊，下潜。楚渊，深度10000米，所有外部探照灯的光都被黑暗吞掉了，什么都看不见。你还好吗？黑是给别人准备的，对老子来说没区别。好家伙，这下面埋的都是些什么老祖宗？踏破铁鞋无觅处，最后一块就在那儿。楚渊，那地方太安静了，安静的不正常，你万事小心。放心，这种地方越安静，地下藏的东西越多。这下面还有活物，这么深的地方，怎么还有东西？楚渊，声带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反应，是深海生物群，数量太多了，他们在撞你的舱体。这帮东西皮糙肉厚，撞上来跟撞钢板似的，硬碰硬不是办法。原来你们是扑灯的蛾子，喜欢亮的是吧？那老子就给你们找个更亮的。去吧，照亮你们回家的路。成了，7块全齐了，这就是打开金字塔的最终钥匙。老克找了300年的东西，今天老子给他凑齐了。楚老板，钥匙凑齐了，咱们这就杀回金字塔，把那个全世界最大的保险柜给开了。是时候去把这趟的本钱连本带利全收回来了。楚渊，不好了，被海警扣押的老克买通了关系，钻了外交豁免的空子，已经越狱跑了。跑了？那艘被扣的航母呢？他连人带船一起弄走了，而且根据情报，他正全速朝着金字塔的方向赶。他这是不甘心，要在最后关头跟老子抢这个保险柜，绝对不能让他先到。钥匙在老子手里，金字塔也必须老子先开。哑巴叔，全速！把所有马力都给我压榨出来，赶在老克前面回到金字塔。老克的航母虽然受过伤，但底子还在，速度不慢。这是一场赛跑，小心点儿，这一开，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找了他这么久，是时候见见真章了。楚渊，要开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保险柜，马上就要被你打开了！地震了！金字塔要塌了吗？不，它不是要塌，它是要开了！天哪，这是一整个失落文明的财富啊！发了，这回是真发了。是老克，他到底还是追上来了！哈哈哈哈哈！楚渊，谢谢你呀，谢谢你帮我把保险柜打开了。
楚老板，他越狱了，还把航母开出来了，这疯子是要拼命啊！他输红了眼，又看到了一整个金字塔的黄金，这是要跟咱们鱼死网破。给我打！金字塔是我的，谁也别想跟我抢！我不要命了！这么近的距离，他连金字塔一起炸！硬扛肯定不行。哑巴叔，掉头，把船开进金字塔里面去。开进去？金字塔里头结构复杂，到处都是金山岩体。他那航母在外面火力再猛，也炸不到躲在迷宫里的咱们。想炸我，先问问这满屋子的金子答不答应。追！给我追进去！船长，万万不可！咱们这是10几万吨的航母，里面结构不明，开进去太危险了。废话，黄金就在里面，楚渊也在里面。老子今天就算把这船开报废，也要在这宝藏库里跟楚渊做个了断。全速前进，冲进去！他疯了，在宝藏这里开炮！楚渊，航母在这种封闭空间里，果粒为什么躲不了多久？硬躲是死路，这么大的库，肯定有城中的关键点。老东西，你不是火力猛吗？那老子就借你的炮，给你挖个坑。老克，有本事你冲过来啊！你那破船是不是不敢撞？找死！给我撞！把他连船带人撞进金山里！不，我的航母，我的黄金！发财了吧？这么多金子埋着你，老克，你也算是死得风光。那是什么？感觉比这满库的黄金加起来都要珍贵。这才是这座金字塔真正的心脏。能源核心，传说中母大陆的终极宝物，得到它就能撬动整个世界。楚渊，让开，这是我的！老东西，你先别急着送死。站住！那玩意儿碰不得，它里面的能量是乱的，根本不稳定，谁碰谁死。少骗我！你这是想独吞，想让我退缩，门都没有！我骗你干什么？我神眼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个炸弹。神眼，我看你是怕了。这宝物我冯克鲁伯家族找了300年，今天谁也别想拦我！你这老不死的，别碰他！楚渊，金字塔从内部开始崩塌了，是那个核心，它要爆了，咱们必须马上撤离。这老东西临死还坑人。楚渊，别犹豫了，金字塔马上就要塌了，再不走，咱们就得跟这些黄金一起被活埋在海底，命要紧！就这么走了，老子不甘心。跑这一趟，总不能两手空空。哑巴叔，所有机械臂全开，别管那些零碎的金币了，把那些刻着纹路的黄金面具，还有那些母大陆的文物，给我使劲往船舱里扒拉，能装多少装多少。楚渊，来不及了，入口要被堵住了。够了，撤！贪心不足蛇吞象，老克，你找了300年，最后还是落了个被自己埋葬的下场。可算是出来了，楚老板，咱们这趟又是富可敌国呀！东西是捞着了，但有件事我还是没想明白。以前都说是闹鬼，是魔鬼三角，可咱们进来转了一圈，除了那座金字塔，啥鬼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我还没注意，这确实是个困扰了全世界几百年的谜题。我明白了，
楚渊，我全明白了，真相就是那个能源核心。你看，那个能源核心会持续不断的向外释放一种极其强大的、不稳定的磁场，这种磁场足以干扰甚至瘫痪几百公里内所有飞机和轮船的仪表盘、罗盘、导航系统。你是说，那些飞机和船不是被鬼抓走的，是因为仪表全乱了，导致迷航，然后撞上暗礁，或者被卷进漩涡沉没的？没错。而那些沉下去的钢铁船只又被金字塔顶端的磁石暗礁吸吸住收藏了起来，这就是百慕大船只飞机离奇失踪的全部真相，根本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就是这个该死的磁场在作祟。原来如此，困扰了人类几百年的世界级谜题，今天让咱俩给破了。而且，随着金字塔和能源核心的崩塌，那个磁场源也消失了。从今天起，百慕大就彻底变回一片正常的海域了。你解开了百慕大之谜，你会成为全世界的英雄。谁啊？国际海洋遗产组织发来的邀请函，看来咱们捞上来这一船的母大陆文物，把全世界的目光都给引过来了。树大招风啊！看来想安生的数钱没那么容易了。楚老板，您现在可是名人了，破解了百慕大之谜，捞回一整个失落文明的宝贝，全世界都知道您了。名气太大不是好事，这一船的宝贝全是招灾的玩意儿。楚渊，你猜的没错，咱们前脚刚靠岸，后脚全球各大顶级打捞家族就坐不住了，他们联名发了个声明，说百慕大的宝藏是全人类共同的海洋遗产，咱们一家独吞，吃相难看，要求咱们共享。共享？我下海拼命的时候，他们一个个躲得远远的，现在看我捞着了，就都凑上来分肉了。咦，这个面具不一样。看来这母大陆的宝藏还不是终点，这里面藏着更大的秘密。楚先生，国际海洋遗产组织邀请您参加3天后的全球海洋珍品拍卖会，各大家族的掌门人都会到场。楚渊，这哪是请柬？各大家族的人全到齐，这分明是给你摆的鸿门宴，想逼你当众把宝藏分出去。鸿门宴正好，老子也想会会这群闻着血腥味就围上来的鲨鱼。楚渊，小心点儿，今天来的没一个善茬，全是冲着咱们这船宝贝来的。冯克鲁伯家族虽然倒了老客，但其他几个老牌家族已经联手了。我知道，一群等着分肉的鲨鱼。楚渊先生年少有为呀，这百慕大的宝藏是全世界打捞界共同的遗产，你一个人独吞，是不是有点吃相难看？遗产？我下海拼命的时候，你们这群老东西在哪儿呢？识相的把宝藏拿出来分一分，否则你以为你出得了这个门，回得了那片海吗？威胁我？冰冰，把咱们准备的见面礼给各位老前辈放一放。吃相难看，各位老前辈，比起你们这几十年偷偷摸摸干的勾当，我楚渊光明正大下捞东西可干净多了。想跟我抢宝藏，先想想你们这些老底，曝光出去够不够你们蹲一辈子的？楚渊，你不要逼人太甚。我没逼你们，证据我已经备份给了官方，你们好自为之吧。账册曝光，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通知下去，集结所有的船，这小子必须死在海上，死无对证。范德，账册被那小子曝光了，官方已经开始查我们了，我们成了过街老鼠。所以，唯一的活路就是杀了楚渊，抢回宝藏和那块能开金字塔的钥匙，把所有罪证一笔勾销。传我命令，把我们所有家族压箱底的武装船全都集结起来。10几艘船，我就不信弄不沉他一艘破船。楚渊，情况不妙，我监测到各大家族的武装船正在秘密集结，足足有10几艘，组成了一支联合舰队。10几艘武装船，楚老板，咱们就1艘船，这要是被围上了，可就真成饺子馅儿了。被动挨打不是我的风格。那你想怎么办？硬拼，咱们没胜算。他们想偷偷摸摸的围剿我，那老子就给他们指条明路。你放出风去，就说我捞了大宝贝，心虚了，要带着所有宝藏，连夜从这条航线跑路。你故意暴露航线引他们来追，可这条航线会路过一个老熟人的地盘。
来了，全咬钩了，10几艘船，1艘不少，全冲咱们这条航线来了。欢迎光临。前面那个地方，可不是谁都有命进去的。哑巴叔，按计划往那片雾里开。楚老板，他们来真的！10几艘武装船，这是要把咱们碾成渣呀！这些家族被逼急了，是要杀人灭口。1艘船对1支舰队，硬拼咱们没胜算。谁说要硬拼了？我把他们大老远引到这儿，可不是为了跟他们打。楚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把宝藏和那块钥匙交出来，我给你留个全尸。哑巴叔掉头，往那片屋里钻。全速，咱们躲进去。想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给我追，别让他跑进屋里了。你把他们往鬼船墓地引。对，这帮人不知道这地方的厉害，老子第一次来差点栽了，这回让他们也尝尝。怎么回事？船速怎么慢下来了？引擎好像不对劲儿。船底怎么破了？这水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以为追上来就能咬死我，可他们不知道，这片海才是真正的猎手。船进水了，动不了了，快弃船！范德，你把我们引到什么鬼地方来了？我们的船全完了！不可能，这不可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范德，跟你说个事儿，你脚下这片海叫鬼船墓地，海底有种虫子专吃钢铁。几百年来，多少不知天高地厚闯进来的船，都成了这儿的藏品。今天，欢迎你们这10几艘船加入这个大家庭。楚渊，你这个魔鬼！这下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势力敢跟你作对了。跟老子斗，也得先问问这片海答不答应。楚渊，官方来消息了，他们要为你举办一个最高规格的表彰仪式。楚渊同志，你不仅破解了困扰世界几百年的百慕大谜团，还把这些代表着失落文明的无价之宝完整的带了回来，捐给了国家。你为人类文明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楚渊同志，祝贺你，感谢组织。楚渊，你现在要名有名，要钱有钱，全世界都是你的后台。接下来，是不是该停下来，好好享受生活了？享受生活，守着金山银山，当个土财主，那多没意思。海那么大，老子才下了几片水，这世上没人探过的地方还多着呢。行，我就知道你闲不住。楚先生，有人托我把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冷？有意思，这里面藏着一张图，看来有人比我还急，等着给我指下一条路呢。楚渊，这张星图太特殊了，它和百慕大那7块铜牌拼出来的不一样。能看出指向哪儿吗？我破译出来了，这张星图指向的坐标是地球的南北极。极地，冰天雪地的，那地方除了冰能有什么？你看这些信息，根据冰河里残存的记录，在南北极那万年不化的冰盖之下，封印着一个比古大陆更古老的文明，一个冰封文明。冰封文明，那里面藏着什么？根据信息推算，那座冰封文明的城市里藏着的黄金和远古宝藏的规模，可能比咱们刚捞的百慕大金字塔还要大10倍。10倍？楚老板，那座金字塔咱们就富可敌国了，再大10倍，那得是什么概念？那概念就是老子下半辈子有的玩了。楚渊，先别高兴，这冰盒是谁送来的？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秘密平白无故的告诉你？是啊，天上不会掉馅饼。送图的人要么是想借刀杀人，要么是自己进不去，想找个垫脚石。
查到了，那个姓舍的背后是一个早已失踪了几十年的人，一个传奇的打捞家族后人叶老。你就是楚渊，破解了百慕大的那个年轻人。冰河是你送的，叶老。是我，但我送他来不是请你去发财的，我是来劝你别去的。劝我别去？你大费周章把这么大的秘密送到我面前，又来劝我别去？老爷子，你这话说的自相矛盾。因为那座冰封城是我们叶家几代人的执念，也是几代人的坟墓。几十年前，我父亲那一代最顶尖的打捞人，就是为了进那座冰封城，全都葬送在了极地的冰盖之下，连尸骨都没能找回来。我送图给你，是因为只有你这样的人，或许才有一线生机。但我亲眼又忍不住想劝你回头。叶老，你这越说我越想去了。既然进去过，那您倒是跟我说说，那地方到底怎么个可怕样？极地冰盖几百米厚，普通破冰船根本进不去。就算进去了，冰层下的水温能瞬间冻住一切。最可怕的是，那冰层下面封印的可能不只是宝藏。年轻人，我听说你有一双能看透海底的眼睛，这也是我赌你能成功的原因。但我要提醒你一句，极地那种极致的严寒和厚冰是吞噬一切的。我父亲他们当年最先进的探测设备下去之后全都失灵了。到了冰层下面，你那双眼睛未必看得清。他说的对，如果你的神眼在冰层下也失灵了，那咱们下去就真成了睁眼瞎。叶老说极地的厚冰会让神眼失灵，出发前我得先搞清楚我这双眼睛到底能不能扛得住。这块冰的厚度和密度是按极地冰盖的标准做的，你试试。还真是，这冰层比浑水比黑暗都难搞，视线全被折射散了。怎么样，看不清？叶老没骗你，要是连这都看不透，那极地几百米的冰带……别急，看不清是因为视线被冰晶给打散了，那我只要找到一个不被打散的焦点就行。成了，大范围看不了，但集中精力看一个点能行。搞定了。虽然在冰层下我的眼睛费劲点儿，看不了全景，但盯着关键的地方看没问题，这就够了。连这种极限难题都让你给攻克了。老张，神眼的问题解决了，就差一艘能扛住极地的船了。把堡垒号开进船坞，我要把它改造成一头能撞碎万年坚冰的怪物。钱不是问题，给我用最好的破冰技术和抗寒材料，往死里造。楚老板，您这要求可太狠了，又要破冰，又要扛住零下几十度的极寒，还得防着冰层下的高压，这三样凑一块儿，全世界都没几艘船能做到。所以才要你这个老师傅来干。钱管够，材料用最好的。我要的不是一艘船，是一头能在冰海里横着走的怪物。船头我给您换上最硬的合金破冰鳞，撞碎几米的浮冰没问题。船身覆盖3层保温抗冻装甲，防止被冻住。但有个大问题，极地磁场乱，温度低，咱们的电子导航和雷达下去十有八九会失灵，到时候在冰海里就是个瞎子。导航的事不用你操心，这艘船的眼睛是我，你只要把船给我造结实了就行。这船越来越像个怪物了。我的个乖乖，这要是开出去，不得把那帮家伙吓尿了！楚老板，极地堡垒号正式下水，破冰、抗寒、抗压，要啥有啥。别说极地了，就是开进地狱的冰窟窿，他也给您硬刚出来。哑巴叔，目标南极冰盖，出发！太美了，也太危险了。这些冰山，随便一座撞上来，咱们的船都得散架。奇怪，雷达显示前方水道是空的，可船底好像刮到东西了。不好，雷达被骗了。这些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只是一角。哑巴叔，别信雷达，信我的！马上有满舵，跟着我的指令走。左边，绕过那座冰山的根。对，从这条缝里钻过去。
星图指示的入口就在这片冰盖的正下方，可这么厚的冰，咱们怎么进去？怎么进去？老子的破冰梨可不是摆设。等等，那冰底下好像有活的东西。楚渊，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冰层下面有东西，很大。声纳上什么都没有啊，是不是你看错了？声纳穿不透这么厚的冰，但我的眼睛刚才看到了。会不会是叶老说的封印在冰层下的，不只是宝藏？很有可能，叶家几代人栽在这儿，恐怕就跟这冰底下的玩意儿有关。那咱们还破冰进去吗？万一把那东西放出来……来都来了，没有回头的道理。但在动手之前，我得先看清楚，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倒是说话呀！是个老古董，一头被冰封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远古巨兽。巨兽死的还是活的？半死不活，被冰封着，但还在缓慢的动。这玩意儿恐怕就是叶家几代人都没能进去的真正原因。看来这极地冰封城比百慕大凶险10倍不止。咱们之前遇到的那些都只是开胃菜，这冰底下的才是真正的硬骨头。那咱们还破冰吗？破，但不能硬来，得想个法子，绕开这头老古董，悄悄地进去。楚渊，星图入口就在冰盖正下方，可这冰太厚了，咱们的破冰鳞撑死也就能凿开几米，几百米厚的冰盖，靠硬撞，撞到明年也撞不开啊！硬撞当然不行，这么厚的冰得找它的血。血？冰墙还有穴位？万年冰盖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层层冻起来的，里头有应力，有裂缝，有最脆的地方。找到了，就那个点。哑巴叔，全速后退，拉开距离，然后把所有马力都压上来，破冰梨对准我说的那个点，给我狠狠撞上去！就是现在，撞！开了！哎，楚渊，冰盖被你撞开了！40年了，整整40年了。我叶家几代人终于又站在了这道裂缝面前。叶老，你怎么上船了？叶老，你不是劝我别来吗？怎么又偷偷跟来了？我劝不住你，也劝不住我自己。这道裂缝，我父亲当年也撞开过，然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叶老，您父亲他到底是怎么……我父亲那一代是当时全世界最厉害的打捞人，他们也是为了这座冰封城来的，也撞开了冰盖。他们以为撞开冰盖就成功了，可他们不知道冰盖下面封着那头远古巨兽。他们的动静太大，惊动了那头巨兽，整整一支顶金的打捞队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所以这冰底下的巨兽才是真正的守墓人。我父亲临死前用最后的力气往海面发了一个信号，我们家族找了40年才打捞上来一样他留下的东西。这是我父亲用命换来的东西，也是我们叶家40年都没参透的秘密。我研究了一辈子，这罗盘能感应到那头巨兽的位置，还能稳定冰封城里的某些机关。我自己进不去，但我相信有了它，再加上你那双眼睛，你或许能成功。楚渊，我叶家几代人的执念今天就交给你了。叶老，您放心，这趟我替您和您父亲把这桩心愿了了。罗盘指向的地方，冰底下好像有光，那就是冰封城的入口。走，下去会会那个40年没人见过的世界。楚渊，水温太低了，深潜舱的关节和外部管线已经开始被冻结了，你动作快点。知道。这鬼地方比万米深渊还难熬。楚渊，小心！我父亲的笔记里提过，这冰层下有死亡冷区，温度极低，再往里走，深潜舱会被彻底冻住的。那得找条暖和点的道。有了，罗盘加上我的眼睛，能看出来，这片冰底下有一条地热暖流的水道，沿着它走，就不会被冻住。
我的天，一整座金子做的城。成了，楚渊，咱们找到了，这就是那座比百慕大10倍的冰封黄金之城。楚渊，扫描数据回来了，整座城的黄金储量没法估算，咱们这趟赚翻了，赶紧进去。别急，东西越好，门越难进。怪了，这城外头抱着一层冰壳，密不透风，连个门缝都没，硬凿又怕惊动了那头巨兽。原来你是个活的，还会喘气。行，等你张嘴的时候，老子就钻进去。楚渊，盛大疯了，那头巨兽，它醒了，它朝你过来了。来的真不是时候。看来想白捡这座城没那么容易。楚渊，就是他！40年前，就是这头巨兽吞了我父亲他们整支队伍，他一口就能咬碎你的神前舱，千万别硬碰！硬碰？我又没傻。这玩意儿是这儿的主场，跟他拼是找死。刚睡醒，身子骨还没活动开，跟你这种大块头得玩捉迷藏。再等等，就等你张嘴那一下。就是现在！进去了，你太牛了，把那头巨兽耍得团团转。坏了，这老古董急眼了。这冰罩，怕是挡不了他多久。天哪，这里面的东西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这哪是黄金城，这是一整个文明的宝库。楚渊，冰罩快撑不住了，一旦碎了，那头巨兽冲进来，你就出不去了。抓紧时间，赶紧拿了东西就走。东西太多，搬不完，得挑最值钱、最关键的拿。那块刻着星图的核心，是这趟最大的收获。还有那几件重器，一起打包带走。得罪了，这趟老子只拿走该拿的，剩下的你接着守吧。楚老板，这趟可真是值了，别说这些金子了。光是您从那头巨兽嘴里抢东西的本事传出去，就够全世界打捞界喝一壶的了。金子是死的，命是活的，能全虚全伪的回来，才是真本事。楚渊，这张星图指向的坐标已经超出了所有已知的海图范围。我研究了一辈子海图，从没见过这个地方。这个坐标指向的是更深、更远的未知深海。楚渊，我叶家几代人的执念，今天被你了结了。我父亲他们泉下有知。叶老，您这是干什么？也能瞑目了。从今天起，我们叶家几代人探索深海、追寻这些远古文明的事业，就正式交给你了。我老了，跑不动了，但这片海里的秘密需要你这样的人继续走下去。叶老，您放心，这担子我接了。下一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大鱼。哑巴叔，调转船头，回港，把船开回去，好好升级一番。下一趟咱们要去的地方，比这2次加起来都要远。